秒杀外挂太强了，异世界的家伙们根本就不是对手。原作是咋完结的？对，没错，这个刚完结的1月新番，其实原作就在今年的2月份就已经完结了。该作其实是由藤校刚志老师于2016年开始在日本呢成为小说家吧网站上连载的网络小说作品。后来该作被日本的地球星娱乐公司看中，并以轻小说的模式出版，全书共出了15卷单行本。我们今年看到的12集 TV 动画版实际翻拍了小说的前4卷的内容，对应关系如视频所示。而这个地球星娱乐公司其实是日本的老牌实体书店公司文化便利俱乐部公司的子公司，其主营业务包含了漫画、小说、虚拟偶像、艺人声优、影音制品，像登山少女、网球并不可笑、One Room 都是这家公司分公司的 Smile Animation 制作的。而今天要讲的这部作品在动画之后的剧情设定太庞大了，还很绕，再加上轻小说暂时只有日文版和英文版，所以理解可能会有偏差。这里我就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总结了一个时间线，方便大家理解。总结不易，还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一下。首先，这个世界是由一个叫大贤者的人创造的梦境世界，因为这是一个位于宇宙最下层的世界，所以宇宙中的各时空的神妖魔都很容易的就能侵入到这个梦境世界之中。而原本这个梦境世界是有12个神灵保护不受外界侵扰的，结果突然出现了一对双胞胎神，痛殴了这12个神仙，把7个神仙给打死了，4个神仙给打跑到了其他世界，只有一个原世界的神降龙被削弱了力量，还留在这个世界之中苟延残喘。而双子神和大贤者属于互不侵犯，但都会为了保护这个世界不被外界神侵扰而互相合作。与此同时，又有3个外来的女神露、优一 G 和亚雷克西亚为了成为大贤者的女人而打了起来，最终亚雷克西亚获得了最终胜利，陪在了大贤者的身边。而大贤者不忍心将输掉的2个女神给杀死，于是女神露被拆分成了数个贤者之石，作为魔力的源泉分配给了大贤者从别的世界召唤而来的异界人手上。这些被召唤而来的人被称为贤者，并作为大贤者的孙子孙女，用贤者给的力量对抗宇宙而来的侵略者。而 UEG 则被拆分成了各种怪物，封印在了地底。2个女神的力量都由双子神加护，不让他们能够复原。而因为这个世界不断的有外来的侵略者，所以为了补充战力，贤者紫渊定期会让别的世界的人肉身穿越到这个世界，给予一定的魔法系统的力量，来进行大逃杀式的训练，以此作为贤者的候补筛选比赛，选出世界的新的守护者。而双子神出于玩乐的心理，会定期的从别的世界将人魂穿到这个世界，以此来培养足以守护这个世界的强者，比如勇者、剑圣之类的存在。而偏偏紫渊这一次意外的召唤来了一个不得了的东西，即男主高远野悟。他是日本传说中隐神刑部的化身，但实际上是世界中烟这个概念的分身。每隔100年，这个中烟的化身就会幻化成人形来体验人类的生活。男主起初作为婴儿诞生时由日本的狐妖一族守护，但因为妖怪一族发生了内乱，有人想要利用男主做邪恶的事情，逼不得已，狐妖大姐把男主送去了有一面之缘的和尚那里。和尚正好开了一个异能研究所，于是男主被关在了这里。后来男主在这里遇到了他的养母高远朝霞，并逐渐学会了人类的常识，进入了人类的高中就读学习。结果男主这一整个班级被神秘力量弄得穿越到了这个异世界。后来就发生了动画里的一系列的故事，贤者死的死，残的残，男女主的同学也是死了一大堆。但男女主在动画剧情结束时得知可以收集贤者身上的贤者之石来获取回到原世界所需的能量，于是男女主踏上了寻找贤者、收集贤者之石之旅。然后就发生了一系列蝴蝶效应的故事，比如动画里有一个叫林英的贤者，他跟男主一样曾是被召唤到异世界的日本人，在还不是贤者的时候，林英有一个亲妹妹不小心打开了封印UEG 女神的潘多拉之盒，使得林英之妹变成了不老不死却不能思考只会无限增值的怪物。而与妹妹共享能力的林英后来成为了贤者，但是林英依旧没有办法救助自己的妹妹。在男主等人来到异世界并用能力搞死了这个林英之时，林英创造了一个分身丽丝丽。林英留言让丽丝丽把自己的贤者之石交给男主以示友好，并通过丽丝丽之口让男主等人帮忙将困在永生之中的林英之妹杀死，好让其妹彻底解脱。男主等人只是暂时答应
定了下来，打算以后再去解决这事儿。但因为男主等人和丽斯利带着一大堆半魔奴隶离开了王城，使得一群魂穿到这个异世界的异世界人觉得男主他们破坏了规矩，可能会害得这世界被封印的邪神复活，故而这些魂穿玩家跑来找男主麻烦。带头的二王子甚至有无效化魔力以及扎瓦鲁多的停止时间和轮回重生的能力，但是因为二王子对男主展现了杀意，使得二王子知道杀不死男主而自杀回溯时间时，二王子仍然被男主被动技能给盯上了，使得二王子陷入了类似迪亚波罗一样无限死亡轮回之中。后来男主解决了眼前这事儿，去了森林，想要把身边这些半魔全部安顿在斗战贤者的城市之中，但是斗战贤者非常好战，弄了一个100层高的高塔，放了一大堆武力高强的人在里面，想要与他见面，给一层一层爬塔，打败高手之后才能来到顶层与他贤者对战。男主也是不惯着这个贤者，从1楼一直骂到了100楼，一路骂人去死去死去死，把全楼的人都给骂死了。好在女主的背后灵鹏鹏钻到了人造人怀的身体里，跟着男主一起来的，这才没让男主杀了斗战贤者，避免了贤者之石被破坏。不过男主还是骂的贤者双手双脚彻底残废，然后鹏鹏一刀一刀的从斗战神背后挖出了贤者之石。好家伙，这什么酷刑比男主还残忍啊！后来男主嫌麻烦，只带了女主和鹏鹏继续旅行，但半路上魔王和勇者在对战，以及某古代大法师和魂穿玩家在对战。这些人对战时恶意不小心波及到了男主这边，好在男主心地善良，不爱多管闲事，所以男主直接把这帮人都给杀了。当然男主不是主动去杀的全是这一帮人咎由自取，散发了杀意要来杀男主时，男主出于自保被动技能发动，才把这些人给杀了。但这些人都是关键人物他们一死世界大乱，因为魔王勇者魔界3大干部全都暴毙，魔界群龙无首，开始了内部的自相残杀。而古代大法师因为子嗣众多，并且古代大法师可以随机降临到任何一个自己子嗣身上复活，导致男主被动技能发动以后，为了彻底消灭这个古代大法师，全世界瞬间死了6000多万人，瞬间导致很多国家的国力不再平衡，引发了世界大乱。这让双子神都坐不住了，为了消灭男主，双子神筛选了世界上有能力的人，双子神给予这些人超越贤者系统的魔法能力，并不断的将他们传送到男主身边去刺杀男主，其中就筛选到了主角团的老相识花川大门。这个胖子可是深知找男主麻烦等于找死的呀，所以双子神在让花川选择想要的技能时，花川选择了召唤技能。花川在被传送到男主身边并逼着要跟男主对战时，花川直接把双子女神召唤了过来，让双子神自己跟男主打去。因为在神的眼里，男主看起来跟普通人无异，双子神也是目中无人惯了，也没有想太多，上来就要咒死男主。结果双子神的姐姐当场就被男主给骂死了。双子神的妹妹眼见这样，吓得赶紧逃回了天界，结果她刚回来就被埋伏在天界的降龙找的打手当场给打死了。双子神这么一死，导致封印女神路和封印 UEG 女神的力量出现了松动，使得男主身上的贤者之石不断融合，复活成了一个小孩版的女神路。男主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只知道这个小孩可能能带自己回到原来的世界，就继续寻找贤者之石。期间男主还遇到了一个流氓贤者，本来这个贤者能力还是挺无敌的，这个贤者可以用小刀穿越时空回到过去，切断眼前敌人过去获得力量时期的因果关系，从而让眼前的人失去超自然力量。结果对付男主时，过去守护男主的狐妖大姐直接灭了这个贤者穿越而来的刀，甚至狐妖大姐还用自己的力量投影到了这个世界，帮助男主杀了这个贤者，取出了贤者之石。而另一边，男主的另一个同学众人因为有预言书的能力帮忙，最终找到了能够对抗贤者的世界之剑，使得众人有了可以跟贤者对抗的能力。众人要为自己死去的同学复仇，便开始瞬间传送去找剩余的贤者。众人将这些贤者一一杀害，并把他们身体里的贤者之石取了出来。只有一个叫爱丽丝的贤者逃出了众人的魔爪，而且爱丽丝还被花川给救走了。不过众人此时被世界之剑操控的六亲不认，甚至后来众人还把花川和贤者爱丽丝骗到了自己的身边。众人甚至想要让眼前这俩人去配种，羞辱这俩人每一天。
你确定这不是在奖励花川？千钧一发之时，男主阴差阳错的闯入到了众人的面前，众人以为自己是无敌的，就非要跟男主比试比试，看谁能骂死谁。好在男主的力量操控得当，骂死了世界剑，让众人恢复了理智，活了下来。而众人手上的贤者之石也最终落入了男主手中，贤者之石最后合体成为了一个12岁的小女孩。小女孩自称自己是陆女神，希望男主继续帮忙去寻找剩余的贤者之石，让她恢复成完全体，这样就能带男主回到原来的世界。但是此时 UEG 女神的封印也被彻底的解除， UEG 女神复活以后仇视这个世界的一切，为了给当初封印自己的人一点颜色瞧瞧， UEG 女神开始了挑战这个世界一切强者的之旅。于是 UEG 自称邪神搅动的这个世界不得安宁，各路强者还被 UEG 残忍杀害。而男主等人这边后来和陆女神去了某个空岛领域，搜寻名为凡的贤者，因为贤者凡手上还有数十个贤者之石。不过凡在空岛这里设计了一个4国对战的游戏系统，以此来取悦大贤者。在男主等人来到这里以后，主角一行人被系统强制分散到了这个领域的各个地方，并展开了各自的冒险之旅。主角等人经过了一系列的杀伐误会闯关之后，好不容易再次会合， UEG 女神却杀到了这里。 UEG 女神本来就跟陆女神是情敌，正好 UEG 女神发现了在男主身边恢复的已经差不多的女神鹿。正当 UEG 女神想要连着女神鹿和男主一并杀死时， UEG被男主的技能反杀了。神本身是死不了的，就算死了也会通过某些条件复活过来，可偏偏男主是世界中焉的存在，被男主杀掉的人连存在也会一并抹除。 UEG 女神就这样不清不楚的彻底死掉了。不过因为 UEG 等人的大闹，这个星球被打穿了一个大洞，面临爆炸。大贤者知道这事以后，直接大手一挥，来了一个时间回溯，让这个星球回溯到了男主及他同学刚穿越到这个异世界的时候。除了被男主所杀的人以外，其他的人都得以复活了，包括贤者紫渊。而这些复活的人都拥有第一周目的记忆，所以为了避免一周目的那些互相厮杀，紫渊本打算把男主他们保护起来，不再给他们分配魔法技能，然后紫渊再去跟其他的贤者交涉，来获取贤者之石，协助男主等人回到原来的世界。但是大贤者此时已经认定男主就是这个世界的威胁，非要弄死男主不可。再加上贤者凡操作失误把灵婴的那个妹妹，也就是那个无限增值会感染的怪物，从空岛中不小心释放到了地面，导致地上的居民大量的被感染，也变成了怪物。为此凡在大贤者的指示之下，创造了一个地底游戏世界让大家避难。同时这个地底世界设计成了互相厮杀的游戏，游戏的奖励就是剩余的贤者之石。男主为了回到原来的世界被骗到了这个地底世界，但同时大贤者将男主杀害这个世界6%的人口的事情告诉了全世界除男主以外的所有人，并且大贤者诓骗全世界的人，只要杀了男主就可以复活被男主所杀的人，让全世界的强者都跑去了地底世界来追杀男主。大贤者还为了取乐，还搞了一个淘汰赛，让参与追杀男主的人互相厮杀，强者才有机会与男主一战。不过最惨的是胖子花川，本来这个2周目里面的他也只是想在异世界里面过起开后宫的生活，结果他又被坑的参与了这个游戏。大贤者还嫌不过瘾，直接把贤者之石塞到了花川的心脏里，让男主和花川必须互杀。好在花川在来地底世界前获得了新的能力，可以召唤羁绊很深的人来帮他。动画里的那个鲁特、贤者爱丽丝以及那个流氓贤者都跟花川有不错的人情，所以这些人救了花川好几次，没让男主的被动技能杀掉花川。而最后大贤者看没啥人能对付男主时，他亲自下场要回溯时间，并决定自己亲自把男主封印之时，男主的能力全开，把大贤者与这个世界的联系给杀了，从而让大贤者彻底的陷入了无限的沉睡之中，并且男主最终杀掉了灵婴的妹妹，让他彻底解放，不再增值为祸人间。而这时候这个世界的现任管理者降龙再次出现，降龙表示他愿意直接把男主送回到原来的世界。对，没错，其实男主灭了双子神之后，这个降龙就有能力把男主送回到原来的世界，降龙是故意利用男主借刀杀人灭了大贤者这些人罢了。后来男主和女主回到了原来的世界，并且男主对女主表示咱俩以后依旧要成为很好的朋友哦。而男女主的其他同学们大部分后来也被降龙送回到了原来的世界，虽然被男主所杀的同学不会复活，但剩余的同学们都觉得这些人是咎由自取不能怪男主不能怪。但是花川后来又再次的来到这个异世界，依旧想要在异世界过上开后宫的生活。不过降龙此时要把这个异世界的魔法系统全部收回，避免世界再次陷入大乱。花川的能力
也一并的被收回了，导致他开后宫的梦想彻底碎裂了。以上就是大致的秒杀外挂太强的大致完结剧情其实故事非常的精彩，很多蝴蝶效应的故事环环相扣，几分钟的视频根本就说不清楚，所以等我身体稍微好一点的以后，我定会一卷一卷讲给各位听的。望喜欢这作品的观众老爷们到时候记得来捧个场好了，各位还有啥看法与想法，以及还想看哪部动漫的原作是咋完结的，赶紧到评论区留言与我们分享吧。点赞过万，3天内更新，望各位多多点赞，多多支持。